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俗话说6月馅塞鸡蛋，7月现金不换，入口软滑。清热消暑的苋菜，也是唯一被称为长寿菜的优秀蔬菜。那我今天呢，就用苋菜和皮蛋来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出锅比吃补药还补。我家1周吃7次，营养又解馋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把苋菜和4个皮蛋，我们先把皮蛋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处理苋菜，把苋菜摘一下，摘尖尖嫩一点的这部分，根部的给它摘下来不要了。在摘苋菜的过程中，遇到黄掉或者是烂掉的叶子，一并给它摘下来不要了。摘好的苋菜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。像这种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苋菜呢，表面都会有很多的泥沙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需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摘好的苋菜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1盆清水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再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再把苋菜放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这样更容易清洗干净。接着把洗净后的皮蛋放入锅中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皮蛋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后煮5分钟。现在我们的苋菜已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，说明苋菜里面的泥沙已经被泡出来一部分。现在再来好好的清洗苋菜，一根一根的清洗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苋菜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1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，控干水分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皮蛋已煮得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更容易给皮蛋去壳。就这样给它放凉水里泡着备用。接着准备几朵洗净后的白香菇，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薄后要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00克瘦肉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做出来呢才会嫩滑爽口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现在再来腌一下瘦肉，往里边加1勺生抽，加1勺蚝油，加一点点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1勺玉米淀粉，再下手抓拌均匀，让肉馅把这些料汁完全吸收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搅拌至肉馅上劲。肉馅把这些料汁完全吸收后，再加1勺食用油，继续给它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肉片都能裹上1层食用油，可以防止肉片粘连在一起，这样做出来的肉片会更加的嫩滑爽口。抓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块内酯豆腐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长条，宽约1到2厘米左右，最后再给它切成小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小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这样蒜香味浓郁，会更好吃。剁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，把葱白切成小段，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把葱叶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放另外一个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皮蛋已泡得差不多了，
再把皮蛋取出来，把壳去掉，用冷水浸泡一下，壳很容易就去掉了。去壳后，再把皮蛋放到案板上，先把皮蛋对半切开，再把皮蛋一分为4，然后把皮蛋切成小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起锅烧热，放少许的猪油。做这道菜呢，一定要选用猪油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油热后放入皮蛋，开大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让皮蛋受热均匀，大概需要翻炒2-3分钟左右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。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，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翻炒至皮蛋表皮微微发黄，呈现这种虎皮状的时候，再加入葱姜蒜末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把肉片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肉片炒散开，翻炒至肉片变色。再翻炒1-2分钟，肉片炒变色以后，再加入香菇片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再翻炒1-2分钟，把香菇片炒软。香菇片炒软以后，再根据家里人的数量，倒入适量的开水。这里呢，一定要加开水，这样做出来的汤汁呢才会浓白好喝。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，烧开后再把豆腐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搅拌，搅匀后再煮2分钟，把豆腐煮熟2分钟后，再放入苋菜，用铲子搅拌均匀，让苋菜受热均匀，再给它煮1-2分钟，把苋菜煮熟2分钟后，来调一下味，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继续用铲子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入大碗中，再撒点枸杞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加的营养。最后再撒点葱花，像这样非常营养又好喝的苋菜皮蛋汤就做好了，低脂低卡，清爽又好喝，苋菜吃着软滑，汤汁浓郁，加了蘑菇和豆腐，更加的营养好喝。肉片吃着鲜嫩爽滑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现在正是吃苋菜的季节，趁这个时节呢，要多吃一些苋菜，对我们身体很好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鹅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